好，这个影片要来讲这个 partial view 部分视图的这个东西。那这是什么东西呢？这个东西主要是用在你有多个页面，但是你会不同的页面用到的是相同的版型，或者是你这个页面有很多不同的功能，你想要把它各切成一个档案，这样利于后面维护不会说每个功能程式码都混在一起，这样维护就比较辛苦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部分视图。那用讲的可能不清楚，我们举个实际的例子来看比如说看到 YouTube 这边，像这里的这一些版型基本上都是同样的版型，只是里面的内容是套不一样。那这样子就是我们就可以很适合用在今天要教的这个东西。那比如说这都是同一页可能还好，那可能我今天比如说我订阅内容这一页也是用跟刚刚那个是类似的或者是就同样的版型。那这时候如果你把这个版型同样在2页都写一套，那你日后要回复的时候你就要改2个地方。但是如果你今天用这种部分视图的方式去做，那你只要修改一个地方，这2页的这个同样的区块的版面就一起进行修改，那这样子当然就是比较方便比较快速这样子。那或者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页面上面有搜寻，然后下面有这样子的一个YouTube 跟这个 Short 的这一个功能，还有旁边的这个清单。那这整个 HTML 码跟程式都放在同一页可能会觉得很难维护，要上下拉看了很久。那这时候我们可以这边切一块把它切出去，那这边把它切出去，那这一块也把它切出去，最后再把它组合在一起。那以后要维护这个的话，我们就去那个切出去的那一块去维护，我们就不会被其他这2边其他不相干的程式给干扰到。那这样子对维护也是很方便的。好，那部分视图主要是在做这一件事情。好，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部分视图这边要怎么去写。那我这边就先来改造一下我原有的这一个 News Index 2。那这边我就改造成怎样呢？现在是长这个样子。那我把它做一些美工排版把它换个方式来呈现。那这边程式码已经写好了，我就直接做个复制。好，就把这原来的 News 2的这个程式码改掉。好，贴上之后，这就是我们新的版面。那我们先来看看版面长什么样子。好，我们看到就刚刚是一个列表的，完全没有特殊的这个排版。那现在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小框框来呈现这个新闻上面是一个图片，然后下面是这个标题跟这个内容。那就这样一则一则的，我们改成这样的方式去呈现。好，那今天当然是很单纯，只有这一块。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这一个呈现的这个框框的这个样式可能想在另外一页去用到，那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一部分给它特别的算是拿出来放到另外一个视图之中，然后这边我们就去做一个引入。那这样子未来如果有2页都同样用到这个版型，我们就共同去引入同一个这个视图就好了。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要把这个地方给拿出来。那这边的话，我们共享的视图我们可以建在这个 Share 底下。那我们这边建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就可以新增一个项目。那这边我们是新增一个空白的 Razor 的检视页面。那这边我们就取个名字 News Box 新闻的盒子。那这边也很简单我们就今天就把这个东西给剪下来，然后就贴到这一页。那当然里面有一些变数是我们新闻上面从资料库捞出来新闻，然后再把它呈现在画面上的一些变数，我们要怎么样去做改写呢？那这边的话，我们是一开始会从这边我们追溯一下，从这边从资料库捞出了所有的列表的新闻内容之后，回传到这一页这一页就会接收到一个这个新闻列表的一个 list。那接着我们再用 for each 把它一条一条的给呈现出来。好，那这边是 list， 那这边的话就是一则一则的，所以我们就会预估到我们这个部分视图里面会得到一则的 news。那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把它
改成 model。好，那每个都做一下修改。好，那我们这一个部分视图就算是一个简单的修改完了。那接着这边的这个视图，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写到这边呢？有几种方法，我这边都把它做一个列出了。有几种写法，这边的话还有分非同步跟同步的写法。那不过我们基本上如果你没有特殊的这个需求的话，建议都是用非同步的写法。非同步写法有3种。第一种是有点像这个标签式的写法，那我个人爱用的是这种第2种写法，那还有这种第3种写法。那这3种写法的这个功能跟结果都是一样的，所以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就好。好，那这边同步的我们也可以看一下，那同步的话就是少了这个同步的这个字样这边也是少了一个同步的字样。那基本上我们会用这个非同步的。好，那所以说我这边就示范我比较喜欢的这个写法。那这一段就是说把我们 Newsbox 的这个页面给带到这个过来，然后这个 item 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会传一个 item传到这个部分视图里面。那这个 item 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 for each 这个 model 嘛，所以这个 item 就是一个 news DTO。那所以说这边接到的也是一个 news DTO， 然后我们就把它给呈现出来。所以这个样子我们把它带过来，然后 for each 就会呈现的结果就会跟刚刚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就来看效果有没有正确的产生出来。好，有没有看到这样子就把我们的这个部分视图成功的从这一页我们另外额外又写了一页，然后在这一页把它做引入。那如果说我们今天 News Index 这一页也要引入的话我们就是一样，就把这个地方把它写过来就好。那这样写过来的好处就是我们今天要修改这个版型，当然就只要改这个 Newsbox 这一页就好。那两边当然就是同时会做一起联动的更改，那这个就是节省一个维护的这一个效率这样子。那又或者说你今天这一页很杂乱，你就把它切成好几个部分，然后再用部分视图的方式把它都组合起来，组合成完整的一页，那这一页就会看起来很利落。然后你未来要改的话，我今天可能要改这个 Newsbox， 我就进来这一页改就不会跟其他的功能混杂在一起，那维护起来就会比较舒服这样子。好，那最后再来讲一下这边，那他怎么知道你今天部分视图是放在哪个位置呢？因为他有举几个预设的路径。第一个路径就是你可以把这个部分视图放在这个 Views Share 底下这样它就会自动去找，这样你只要打这个它就会自动去找这个目录下面有没有 Newsbox。 我们可以用一个出错的方式来去看一下它预设是找哪些目录。好，这样就找不到了嘛，可以看到他说这个在这里或者是这里我找不到，也就是说他第一个会去找说我相同目录下有没有那个部分视图，那第二个他会找 Share 下面有没有部分视图，那预设就找这2个地方。好，那今天的这一个部分视图的部分就先简单的介绍到这边，谢谢收看。